那朵金色的仙草已被楚风收服，此刻正散发淡淡的金光，笼罩楚风，依旧是金光。先前恨不得夺走楚风性命，将楚风活活化为灰烬，可现在却是在治疗楚风的伤势。此光杀伤力十足，但疗伤效果也是恐怖。神鹿知道，楚风虽然伤势惨重，可在这金光的治疗下，也要不了多久，楚风就能恢复，所以他并不担心楚风的伤势，只是为楚风刚刚的勇敢而动容。忽然，他是俯下身来，竟伸出雪白纤细的手掌，轻轻抚摸了一下楚风的脸庞，旋即其美眸竟化作2道弯弯的月牙，嘴角的笑容更是动人非凡。这抹笑容意味深长，但却无比温柔。随后，神鹿化作白光，再度进入了楚风的体内。如神鹿所料，那金色仙草的治疗下，楚风并未花费太久便恢复了正常。莫说灵魂完好无损，就连肉身都恢复了，楚风自然也是苏醒了过来。楚风，你总算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淡淡在界灵空间之内，能与楚风共享视听，但也要楚风看得到听得到的时候，所以淡淡并不知道神鹿出来过，更是没听到神鹿对楚风说的话，眼下只关心楚风的情况。没事，啥事没有，不仅不疼，反而精力更加充沛呢。楚风起身，笑嘻嘻地说道。透过楚风的目光，淡淡也能看到楚风的肉身已经恢复如初，活动自如，显然真的是没啥事了。恢复了，是那颗金草吗？淡淡问。多半就是了。楚风看着依旧握在手中的金色仙草，也是颇为得意。只有他最清楚，这东西没那么容易拿到，他可是也差一点就放弃了。这东西你能用来修炼不？淡淡问。倒是也蕴含武力与结界之力，但更多的是我看不懂的力量，像是阵法之力，又不像阵法之力。总之这东西挺邪乎，不简单。不过都是为神鹿前辈拿的了，就算有用，我也不会用的。与淡淡交谈至此，楚风便与神鹿沟通：前辈，这东西我拿到了，你出来取一下啊。话音刚落，楚风感觉到一股自其体内浮现，笼罩住了那颗金草，正是神鹿的力量。然而那颗金草刚刚被神鹿拿走，整个太古血脉塔都是剧烈一晃。旁人不知道是何缘故，因为晃动之后便没有任何异常，可楚风却察觉到是那金草的缘故。毕竟神鹿说过，此物乃是太古血脉塔力量的源泉，如今被神鹿拿走，自然也就没有支撑太古血脉塔的力量了。太古血脉塔的诸多阵法都是靠那颗金草维系的，眼下太古血脉塔无碍，是因为还有残余的力量在，但待的残余力量耗尽，这太古血脉塔便会崩塌。但楚风也不担心，身为界灵师，他能判断出太古血脉塔还能支撑一阵子。不过，若是那能增进血脉之力的力量也被拿走，太古血脉塔怕是便片刻都无法支撑了。楚风，你这次的表现，本神很满意。待得离开这里，便将神臂传授于你。神鹿声音响起。闻言，楚风面露喜色，多谢前辈。关于神鹿，楚风其实不太了解，倒是神鹿自己说过，他是神技，而他的手段有3招：第1招神隐，第2招神形，第3招神臂。神隐虽不能隐藏身形，但却能够彻底隐藏气息，只要不暴露对方视线内，几乎很难被人发现。神形便是能够提升楚风的速度，这2招楚风已经掌握。至于这神臂，则是能够躲避强大的攻势，比如楚风如今1品真神，若发动神臂，就算7品真神的攻击也伤不到楚风。面对高境界，此招乃是保命利器；面对同境界，那更是可以成为击败对手的大杀器。楚风如今已是真神，可修炼神臂了。之前楚风便询问过神鹿，想让他教自己神臂，但神鹿一直不语，楚风也没有办法，毕竟那是神鹿的手段，他若不教，楚风也没有办法。现在神鹿竟要主动教他，楚风不由感叹，这棵草拿的那是真值，别花言巧语，拍本神马屁了。本神也是因为你帮本神拿到了这天地奇物，才奖赏于你。放心，本神言而有信，说了教你就一定会教你。你先处理此地的问题吧，这太古血脉塔可能不会坚持太久了。神鹿说道。收到。楚风应下，淡淡的声音随之响起。楚风，我怎么感觉那神鹿与你说话的语气变了吗？没感觉啊。楚风道。你看，说到底还是男人，观察力再敏锐，也总有迟钝的时候，居然没发现这种变化。不过无碍，反正是好的变化。淡淡道。那就好。楚风淡淡的笑着，可忽然神色一变，整个太古血脉塔再度颤动起来。而这一次不是一次性的颤动，乃是持续性的颤动。楚风赶忙回到第99层，只隔1层，可第99层的颤动却更加明显。总算开始了呀！对于这颤动，楚风倒也不慌，反而脸上的笑容更浓。皇府天族的人蛮利索的吗？时间刚刚好。楚风叹道。他们搞定了？淡淡问。还差一点，不过应该快了。楚风道。那你要回第98层吗？淡淡问。不用，在这里我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楚风道。那他们不是要被气死了？淡淡话是这么说，可他根本不怕，反而有些兴奋，因为他知道楚风肯定有脱逃的手段。而在第98层，皇府天族所有进入太古血脉塔的强者几乎都会集在了一起，他们已将每一层的铁片全部淬炼完毕，并且带到了第98层。眼下那些被淬炼后的铁块就如同拼图一般被他们拼凑而出。
那些拼凑的铁片立于半空之上，散发着极其恐怖的9色雷霆，雷霆覆盖了整个第98层。这东西对血脉之力绝对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。黄府天族众人望着那些铁片展现的威势，激动不已。身为天级血脉者，他们都能够感受到那9色雷霆与他们体内血脉所产生的共鸣。终于，所有铁块彻底相融，刹那间铁片化作了一幅画卷，画卷飞向高空，越来越大，到的最后，在这第98层竟化作遮天之物。而在那画卷之中，有9只雷霆巨兽翻腾，那恐怖的9色雷霆正是由这9只雷霆巨兽散发而出。只不过眼下，那9只雷霆巨兽散发的雷霆更强了，已不仅仅局限于第98层，而是整个太古血脉塔都被那9色雷霆贯穿，自然也包括第99层。总算到收网的时候了。看着自98层贯穿来的9色雷霆，楚风叹道：“虚空之上再度变化，画卷消失，可9只雷霆巨兽却依旧存在，栩栩如生，如同真正的9只雷霆巨兽盘旋于天际之上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恭喜少爷！”见此情形，黄府天族众人下意识的便看向了黄府江心，毕竟他们也都知道，此物若是获取，那便非黄府江心莫属。黄府天族未来的高度，便也全靠黄府江心了。说起来，还多亏了那叫楚风的，不然还真是发现不了此物。黄胡子长老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叹，他有些庆幸那个楚风看穿了雷霆球，不然他们也不可能得到此物。他发现的又如何？还不是乖乖交出来了？况且若没我们，就凭他能将这么多阵法淬炼完成吗？若无法淬炼完成，又怎能拼凑一起？又怎让这雷霆巨兽现世？黄府江心冷冷说道，面容不悦。察觉到不对，黄胡子长老赶忙道：“少爷说的极是，只是少爷此物应当如何征服？长老你看呢？”黄府江心问。依照老夫来看，是要将那9只雷霆巨兽吸入体内，但老夫又觉得那9只雷霆巨兽不容易对付。黄胡子长老道。闻言，黄府江心眉头微皱，有危险？有这个可能？少爷，你们先不要出手，由老夫带领族人探探虚实。黄胡子长老此话说完，便对众人发号施，命在场多位长老与他一同布阵。9色雷霆自黄府众人体内释放而出，最终汇集成一把雷霆巨剑，直奔虚空之上的9只雷霆巨兽冲击而去。然而刚入虚空，那9只雷霆巨兽就像是感受到了威胁，同时释放出9色雷霆，攻向那雷霆巨剑。尽管9色雷霆早已遍布太古血脉塔，但那只是威势，有形无神。可此时雷霆巨兽释放的雷霆却全然不同，那是真正的攻势。2种9色雷霆相互碰撞，如真假雷霆之争。刹那间，天摇地晃，胜负已分。不止雷霆巨剑土崩瓦解，所有参与布阵之人皆是身负重创，黄胡子长老也不例外。这伤势是统一的，无论是何境界，都受到了同样的灼伤。一视同仁，反而更彰显了那9只雷霆巨兽的厉害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方式不对？黄府江心看向黄胡子长老，他眼中没有一丝心疼，有的只是自己的恐慌。毕竟此物他想要，现在的情况他如何拿到？少爷，此物果然不简单，强攻绝不可行。黄胡子长老尽管已负重创，可还是向黄府江心汇报情况。那该怎么办？黄府江心问。老夫不知。黄胡子长老摇了摇头。太古血脉塔外，众人同样诧异，本以为那已是黄府天族囊中之物，却不曾想辛苦拼凑出来之物竟具有真实杀伤力。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塔外的黄府天族众强者则是纷纷看向黄府战天，问我干毛？你们第一次见到这阵仗，难道我就不是第一次见到这阵仗？黄府战天恶狠狠地瞪了众人一眼，众人反而觉得黄府战天所言在理。这种情况，他黄府天族确实第一次看到。黄府上武，你去，不要发动攻势，直接进入其中。塔内，黄府将心看向身后的黄府上武，闻言，黄府上武眉头微皱，江心少爷，依我看，还是你去吧，不然此物若被我得到了，可如何是好？他又不傻，深知此事凶险，而黄府江心自然也知此事凶险，不然也不会让黄府上武去了。我让你去你就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黄府江心暗中恶狠狠地威胁起来。黄府上武也是黄府天族的天才，可奈何身份比不过黄府江心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得动身，纵身而起，直奔那9只雷霆巨兽而去。然而还未靠近，一道雷霆便向他劈来。黄府上武落得与他人一样的下场，虽说未死，但却也留下被雷霆灼烧的伤痕。强攻也不行，靠近也不行，这让黄府天族之人彻底没了头绪。那个叫做楚风的混账东西，必然是被他骗了，这根本就不是太古血脉塔内的力量。无可奈何之下，黄府江心一口咬定，虚空之上的9只雷霆巨兽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力量。就在此时，9只雷霆巨兽发出咆哮，贯穿太古血脉塔的雷霆也愈加凶猛。原本只是威势的雷霆，竟掺入了真正的力量。一时之间，太古血脉内部的空间都被摧毁，太古血脉塔内没有了百层之分，而是化作了同一层。这忽然发生的一幕，莫说外面之人，就连太古血脉塔内的黄府天族众人也都懵了。怎么了？无法收服这力量吗？就在此刻，一道声音在黄府天族众人上方响起。顺声望去，只见一道身影竟站在遥远的天际之上，而那道身影不是别人，正是楚风。来人，将他给我拿下！
皇甫将兴一声令下，皇甫天族多人御空而起，想要去将楚风捉拿，但是他们惧怕那9只雷霆巨兽，所以故意绕开。滋啦啦！然而雷霆闪烁，当他们即将穿过9只雷霆巨兽之际，那9只雷霆巨兽还是释放出了雷霆，轰向他们，将那些前去捉拿楚风的皇甫天族众人纷纷击落。这一幕使得不明真相的皇甫天族众人皆不敢轻举妄动了。虽然太古血脉塔内部被毁，诸多阵法世界崩塌，百层空间化作一个巨大空间，可9只雷霆巨兽的雷霆之力却依旧覆盖着整个太古血脉塔，且具有杀伤力。哪怕楚风已在他们视线之内，可他们却也不敢再贸然出手了。皇甫将兴为何不征服那9只雷霆巨兽？是对这能增强血脉之力的力量没兴趣吗？还是说你不敢靠近他们？楚风对皇甫将兴问道。此物根本不是太古血脉塔的力量，你故意骗我们，浪费我们的力量，你意欲何为？皇甫将兴对楚风质问道。这不是太古血脉塔的力量？哈哈哈哈！楚风被皇甫将兴逗笑了。那我就让你看看他到底是不是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身形一纵，自高空深处向下飞掠而来，直奔那盘旋于虚空之上的9只雷霆巨兽而去。见此一幕，皇甫将兴鄙夷一笑，无知的蠢货，他皇甫天族那么多负伤，都是9只雷霆巨兽所赐。在他看来，楚风靠近9只雷霆巨兽，乃是自讨苦吃。然而下一刻他便笑不出来了。楚风已是靠近9只雷霆巨兽，可这9只雷霆巨兽不仅没有攻击楚风，反而肉身瓦解，化作道雷霆，向楚风汇集而去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雷霆不断涌向楚风体内之际，楚风的面容竟发生变化。下一刻，皇甫天族在场的许多人皆是面色大变，因为楚风此刻化作的那张脸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见过，尤其是皇甫尚武以及皇甫战天，表情最为精彩。楚风